男朋友是刑警，他的白月光在我们结婚那天只身闯进贼窝，被人绑架。他接了电话，抛弃我而走。我委屈地红了眼。你能不能先送我回去？我感觉有人在跟踪我。人命关天，吃醋也要有个度。何况你自己也是警察，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安全。男朋友不耐烦地打断我，拿起车钥匙飞速离去。当晚被他捣毁了窝点的恐怖分子闯进我们的婚房，将我折磨而死。他接到我的死讯后彻底疯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福征丢下我去救周洋时，一群恐怖分子闯进了我们的婚房。我的手机界面还停留在周洋发的朋友圈上，照片上福征将他紧紧地护在怀里，细心照顾。图片来源于网络。就在那时，我正被一群恐怖分子折磨，他们的脸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。如他们所愿，我死在了我们的婚礼当天。前段时间，福征被借调去办了一个大案，端掉了恐怖分子的据点。他们在内部发了通告，一定会找福征报仇。结婚前几天，我在上下班的路上就察觉到有人跟踪我。我告诉福征，福征却笑我胆小。你也是个警察，怎么跟个女孩似的疑神疑鬼？何况办案是光荣的事，就算被报复死了，那也是因公殉职，我才不怕。可现在看来，光荣的是他，死的是我了。察觉到有人闯入婚房时，我第一时间反锁上门，躲进卫生间，拿出手机打电话给福征。电话过了一会儿才被接通，那头传来他克制着怒气的声音：你有完没完？吃醋要有个度。我捂着手机，尽力小声道：老公，有人闯进来了。那头静默片刻，冷笑道：下一刻你是不是要跟我说，你现在很危险，让我快点赶回去？贺吵吵，想不到你这么无聊，居然连自导自演都学会。好了，我还在忙，你先睡吧。随后电话被无情挂断，而门外的脚步声却逐渐逼近。我躲在柜子里，浑身止不住的颤抖。我清楚地感觉到歹人就站在衣柜外面，柜门一打开，我就会死在他们的手里。我不敢再说话，准备打电话跟人求救，可信息还没发出去，恐怖分子已经发现了瑟瑟发抖的我。我什么武器都没有，一双手死死地握着我的手机。为首那个大胡子抢过去看了一眼，笑道：她就是福征的老婆。不过你们看，福征居然不肯回来救她呢。是啊，福征不是去了另外个娘们那里吗？还是刑警呢，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一群人不怀好意地笑起来。上次福征端了咱们的地盘，今天咱们也把他老窝给端了，好叫他们知道咱们不好惹。至于这个娘吗？嘿嘿，他们将我反手捆起来，丢在我的婚床上。鲜红的床单，白色的墙面上贴着的喜字，无不像一个笑话。他们一个个扑到我的身上来，像一头头猛兽一样，将我一次次撕裂，任我大声呼叫，声嘶力竭，也无济于事。最后我放弃了，死尸一般，呆呆地望着天花板。跟福征在一起那么多年，不管任何时候，只要周洋一句话，他总会抛弃我离开。我们争吵了无数次，每一次他都拿我的职业来说事。周洋总是有数不尽的麻烦事，今天在商场遇到扒手了，明天又打到黑车。我讥讽道：你们刑警大队重案组什么时候开始管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了？他住的附近就没有派出所吗？难道你不知道就近出警的原则吗？福征有些震惊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你是个警察，应该知道警察的工作就是保护所有公民的人身安全。
事情没有大小，只要他们有需要，我们就应该挡在他们面前。每次福征一去就是一天，而周扬的朋友圈总是会更新，只有我有危险，就会有一个人替我解决所有麻烦。我也曾质问过福征，要记住他是我男朋友这件事，可他总是不耐烦地怒吼：我是一名警察，周扬为了表扬我，发一条朋友圈而已，这样的小事都要拒绝吗？真不知道你这样的格局怎么当上警察的。后来我不说了，因为没用。而今天本来是我们结婚的好日子，晚上亲朋好友说好了要来闹洞房，结果酒席刚结束，周扬一个电话打来，说自己似乎闯到恐怖分子的窝点里去了。我狐疑道：恐怖分子的窝点是随随便便能被误闯的吗？福征却毫不迟疑地拿着车钥匙就要走。人命关天，我得去看看。我拦在门口，难道全市只有你一个警察了吗？福征不耐烦地打断我：你要知道，打系统电话还得发回附近的分局，调动警力，或许就晚了呢。我心里委屈，红了眼道：那你先送我回去吧，最近我总感觉有人跟踪我。贺吵吵，你自己就是警察，你有能力保护自己的。临死前，我的余光瞥见地板上的手机，是周扬发的朋友圈，配图是一只手，上面有一条细细的划痕，不小心又受了伤。还好每次受伤你都会第一时间赶来。底下还有他们的共有评论：天哪，白月光的待遇就是不同，结婚都能跑出来救你。我突然觉得我这一生都是不值得的。我死后，灵魂从身体里分裂出来，随着不甘的意念飘到了福征的身边。我都不知道，原来福征可以那么温柔。他把周扬送回家之后，自己就合衣躺下，睡在了周扬家的沙发上。晚上周扬有点咳嗽，他听到后赶紧起来去倒水。第二天太阳才刚刚冒个头，福征已经醒来，钻进了周扬家小小的厨房里。高大的身躯显得很是拥挤，但他认真做早餐的样子又让人觉得很和谐。他从来没有给我做过早餐。我曾抱怨，网上都说一定要让男人给你做一次早餐，要不他不知道早起的辛苦。福征嗤笑道：少看那些毒鸡汤，男人的手是用来拿枪干事业的，不是用来拿菜刀的。可现在他却拿着菜刀，小心翼翼地将黄瓜切成好看的玫瑰花的形状，摆在白瓷盘里，端上桌，低声哄着周扬多吃蔬菜。清早的周扬有一种清水出芙蓉的美，情意绵绵地看着他：福征哥，对不起啊，搅了你的新婚之夜。不过我当时是吓死了。我听你说起过恐怖分子最近潜入了我们市，你又亲手教训过那些人，我以为他们就是了，谁知道我只是跑到了人家工人们休息的地方，你都没看到。我被吓死了，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大喊着救命，我挂了电话，他们也被吓死了，问我说：姑娘，你谁呀？你干啥的？怎么喊救命呢？福征宠溺地揉了揉他的头发：你笨死了，原来读书的时候就笨，现在更笨，那不是有你吗？你可说过一辈子都会保护我。福征笑了笑，手却无意识地把玩着手机。周扬打趣道：嫂子还生气呢，还没回你呢，都怪我不好，回头我替你去跟嫂子解释解释。福征叹了口气：算了，吃醋的女人是不理智的，你去了还得看她白眼。到现在福征还认为我是在吃醋。他试着打了个电话，没有人接。一个人生气的时候是听不进去话的，不如你也让嫂子冷静冷静，先别回去了，过2天等她气消了自然就好了。可是我已经死了呀，我怎么冷静？这时
局领导给福征打来电话：“福征啊，昭昭今天怎么没来上班呢？也没请假，打电话也不接。你们两个在一起吗？他是生病了吗？”福征支支吾吾说不出话。你小子是不是跟昭昭吵架了？怎么刚结婚就吵架？你也太不像话了。福征沉默，随后周扬却有意无意道：“是不是嫂子跟你们领导告状了？要不领导怎么这要巧就知道你们吵架了呢？”福征烦躁道：“可能是吧，算了，不管他了。”可是福征忘了，我从来不会无故旷工的。我曾经跟福征有过约定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不会玩消失，因为我们的职业有一定的危险性。如果我真的消失了，谁都联系不上了，那我一定是遇到危险或者死了。可是福征全都忘了。吃了早餐，福征带着周扬去医院复查，路上又发了2条消息给我。第一条说：“我知道昨天是我们的新婚之夜，我不该把你一个人抛在家里，但是我不后悔，因为我们是人民警察。”第2条说：“你冷静冷静吧，我先带周扬去看医生，他受了点伤，我不放心。”我没有回复，他焦躁地把手机丢进口袋里，没有再管我。福征是一个很大男子主义的人，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男人应该以事业为重，所以我们在一起的这几年，他从来不会因为我请假，我生病了，永远都是我自己照顾自己，还要在他回来之前做好饭，保证他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。但是今天他专门请了1整天的假，陪着周扬跑上跑下，就连医护人员都忍不住对着周扬感叹道：“你男朋友真不错呀，高大帅气，还温柔细心，这年头难找了。”周扬很受用，笑眯眯的默认。福征嘴唇动了动，还是没有将反驳的话说出口。他挽着他的手走出医院大门。福征问他：“我给你打个车吧，下午你自己在家好好休息。”周扬阴阳道：“福征哥也是重色轻友的人，你就不怕我回家的路上遇到什么歹徒？”福征迟疑：“那我送你回去吧。”他俯过身去替周扬系安全带的时候，我的家人刚刚收到我的死讯，是物业的保洁人员路过我家门外，看见大门没关，客厅里有大片的血迹，于是报警。接警的是我的一个师弟，昨天才来参加过婚宴，听到地址完全不敢相信，以为是保洁阿姨说错了。你确定是这个地方吗？是啊，我现在就在这里呢。这姑娘，哎呦，没法看了，我被人轮奸之后一枪爆头，额上好大一个枪口，双眼圆睁，死不瞑目。我的下身被脱光了，撕裂严重，就连法医检查的时候都倒吸了一口冷气，摇头道：“这些畜生真他妈不是人啊！”来认尸的是我爸爸，妈妈身体不好，爸爸接了电话不敢跟他讲，强忍着悲痛，谎称朋友搬家出来帮忙。爸爸从的士上下来时，腿脚发软，几乎要站不稳。他打电话给福征，电话接通后，爸爸才说了一句话：“福征，你在哪里？”福征误以为爸爸是知道我们吵架的事来质问他的，不高兴道：“在忙。”然后直接挂了电话。爸爸又打电话给我公婆，公婆的房子和我们买在同一个小区，来得很快。到了现场，几个老人都疯了一样，悲痛到几乎要晕厥。刑警大队的人都是福征和我多年的老友，女警肖娟是我的闺蜜，气愤道：“福征人呢？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他怎么还没回来？昨天不是他们的新婚之夜吗？他们怎么不在一起呢？”有知情人低声告诉他，福队昨晚出去了，说着把手机给肖娟看了一眼。肖娟有气没地撒，一脚踹在门迎上，拨通福征的电话，他几乎是吼出来的：“
你在哪儿？还不死回来？你家里出大事了，你知不知道？”那头却是周扬轻快的笑声：“福征哥，你看，你看这个佩奇好可爱。福征哥，你给我倒杯水，快点！福征哥，我的创可贴要换了，我看得清清楚楚。”周扬故意接了电话，却不告诉福征，然后演了一出恩爱的戏。萧娟骂了一句脏话，将手机摔在沙发上，屏幕摔得稀烂。几分钟后，周扬才拿出手机，歉意道：“刚才萧警官好像打电话来了，我不小心摁到了接听。”福征瞥了一眼，没事，肯定是来替贺朝朝出气的，别理他，他脾气最差了。我的死成了今日大新闻，警花惨死家中，恐怖分子嚣张过度，死期将至。福征的微信关注的公众号推送了这条当日热文，但是被周扬删除了。他还一直拿着福征的手机玩游戏。我就想用你的手机嘛，别人的手机总是好玩一些的。哎呀，福征哥，你是不是害怕嫂子找你？你放心，他打电话我肯定不会接，他发消息我马上告诉你，你就安心休息会儿。福征无奈，又舍不得凶他，靠在沙发上昏昏沉沉睡着了。等他醒来，看见周扬不在，手机落在沙发上，拿过来一看，几十个未接来电，有局领导的，有同事的，也有家人的，唯独没有我的。微信未读消息99加，他心里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。我的灵魂就在他身边坐着，看着他的手，他整个人都在微微颤抖。福征哥，你醒了呀？周扬闯进来，手中提着2瓶红酒。我刚去买了2瓶红酒，晚上我们吃红酒烧牛排吧，这可是我的拿手好菜。周扬看他拿着手机，但手机页面上的未读消息还没看过，娇笑着夺过手机道：“哎呀，吃了饭再跟嫂子认错吧，不差这一时半会儿了。”我苦笑，当然不差这一时半会儿，他永远都可以不用跟我认错。人都死了，认错不认错，后悔不后悔，有什么关系呢？不知道怎么了，我眼皮一直跳，感觉出了大事。刚才看见好多未接来电，还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昭昭满身是血。周扬温柔道：“哎呀，都怪我，要不是我害你俩吵架，又拖着你陪我去看医生，你也不会做这些梦了。昨天昭昭打电话说有恐怖分子闯进了我们家，怎么可能？嫂子骗你呢吧？你家附近就是市公安局，什么恐怖分子这么大胆？我说有恐怖分子就是骗人。”周扬说误闯了恐怖分子的窝点，福征就立刻赶去。或许这就是爱和不爱的差别，但福征还是觉得不对劲，左思右想，还是要求周扬把手机还给他。我得给昭昭打个电话，你快别闹了，真的不对劲。哎呦，福征哥真是一顿饭都不肯陪人家吃。他委屈地嘟起嘴，手拉着福征的袖子撒娇。福征挣开，给我必须看一眼才安心。看着福征的脸，我突然发现，其实只要福征想做一件事，是没有人拦得住他的。以前周扬撒娇，他就听，不过是因为他愿意听。可现在一切都晚了。周扬无奈，把手机还给福征。福征颤巍巍地打开微信，点进最上面的萧娟的对话框：“你真可以，昭昭真是瞎了眼，昭昭死得这么惨，你还有心情和那娘们谈情说爱？福征，你他妈是个人吗？”第2条是婆婆的：“儿子，你在哪里？你怎么不接电话？昭昭的后事还等着你回来处理呢。”福征的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喃喃道：“昭昭死了，昭昭死了，我的尸体被送去做尸检了。”爸爸不是一个迂腐的人，他知道解剖尸体或许可以得到更多的线索。福征赶到时，正好看见法医解开了我的衣服，
准备将我的胸腔和腹腔都剖开。他发狂一样拿白布给我盖住。不行，不能解剖。昭昭怕疼，萧娟啪一巴掌打在他的脸上。怕你妈，滚！你现在知道昭昭怕疼，我们查过了，这伙人昨天晚上潜入你家时，昭昭给你打过2个电话，还发了几条微信向你求救。你为什么不回来？你昨天去干了什么？福铮这会儿想起那2个电话。老公，我们家里有人闯进来了，老公快回来救我，我真的会死的。可是福铮却以为我是在争风吃醋。等他安顿好，周阳发现我没有接电话，他本可以回家看一眼，只要他回来，或许就会发现我还有一丝的气，还能抢救抢救。可是他却觉得应该要冷我2天，让我意识到自己不该这样。或者他第2天不去陪周阳检查身体，早早回家，也能更早知道我出事了。虽然那时我已经死了，但他可以及时报警，部署抓人，而不是现在才来。这时，那些恐怖分子早已经撤离本市，逃之夭夭了。不能解剖，昭朝他真的怕疼，而且他爱美，这么大一个疤，他会哭的。福铮仿佛是丢了魂一样，萧娟冷眼瞧着，止不住轻哼：“你这么心疼他，你却在他被人侮辱折磨的时候陪在另一个女人身边，你不可笑吗？他会哭，让他哭的最多的不就是你吗？”这时公公也来了，上前就给了福铮一个耳光。在公公和婆婆心里，我就像他们的亲女儿一样。福铮常年忙工作，是我一个人3边跑，既要照顾福铮，又要照顾公婆，还要照顾我爸妈。原来我从警校毕业的时候也是优秀毕业生，后来我自愿转岗做了一个民警，每天带着社区里的工作人员一起去解决一些百姓生活当中的小纠纷。时间久了，各项技能都退步了。福铮却总说：“你也是个警察，你有能力保护好自己的。”他忘了，我离开刑警队，就是因为想给他更大的发展空间，做他坚实的后盾。公公失望道：“昨天是你们大喜的日子，想不到你竟然让昭昭一个人留在了家里，你连自己的老婆都保护不了，你还想着保护别人。”福铮做着最后的辩解。不知道是说给大家听，还是说给自己听。周阳他遇到了危险，我是人民警察，我不能不去看看。别给自己找借口了，你就是吃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的。明明有了朝朝，却还享受着被人崇拜和依赖的感觉。萧娟一语中的：“渣男，你配不上朝朝。”看着眼前这一切，我多希望时光可以重来。那我一定会在周阳刚回来的时候就选择离开，绝不会让这么多关心我、爱我的人为我难过、为我不平。只可惜时光无法重来。福铮被几个人拉了出去，解剖室的门关上，窗帘也拉上，外面的人完全看不见里面的情况。福铮瘫坐在地上，一会儿自言自语：“朝朝呢？昭昭在哪里？昭昭怎么没来给我送饭？”是啊，他工作的每一天，我都会亲自做了饭送到办公室来给他。我经常提前1点开溜去菜市场买菜，同事们都笑我没出息。他是警察，你也是，怎么刑警就厉害一些，咱们民警就没地位？都是为人民服务，哪有警种的区别？我不在乎道，夫妻之间说什么地位不地位的，主要是爱，知道你们相爱，快去。可是自从周阳回来了，福铮中午经常不在办公室，要去替周阳解决各种问题。慢慢的，我也就不再做饭了。他的话又惹来萧娟的一顿奚落：“昭昭死了，你才做出这副样子来，给谁看呢？谁家真爱是等人死后才爱？光荣榜上是你的名字。”福铮荣立2等功，
一举打掉犯罪分子的窝点。享受着你无微不至的关怀的是那个狗娘们，被人报复的死的却是昭昭。人生真是不公啊！为什么你们不死啊？领导制止萧娟，都是自己同志，说什么呢？但领导也恨铁不成钢地瞪了一眼福征，你的私事要妥善处理，传出去对你个人的名声也是不好的。可福征现在什么都听不进去，脑子里全是我被剥光了衣服，躺在解剖台上的样子，整个人心神不宁。朝昭，我要替昭昭报仇，我要替昭昭报仇。萧娟嘲讽道：报仇？你有时间吗？那娘们遇到扒手，打了黑车，和人争执，什么事情都等着你去处理，你怎么会有时间替昭昭报仇呢？而且昭昭用不上你，你不配。萧娟已经跟领导申请要去参与这一次的反恐行动。她一双眼睛斜睨着福征，昭昭是我们学校毕业生里最优秀的，擒拿格斗全不在话下，就算是犯罪心理学，她也是学得很好的。可是后来为了你，她放弃了自己全部的事业，她满脑子只有柴米油盐，还有你。萧娟啜泣道：我曾骂她不争气，辜负了那么多老师的期待，她却跟我说人各有志，她的志向就是做好你的妻子。可是你呢，福征？将来你死了，你敢下去见她吗？福征脸色惨白，浑身发抖。公公又恨又气又心疼，婆婆更是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朝昭，是我们家对不住你，是福征对不住你。我伸手想去扶起他们，我想说，除了福征，没有人对不起我。死亡或许可怕，但无休止的内耗其实也很痛苦。长痛不如短痛，对我来说，现在又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呢？但福征更没想到的，我的死并不是意外。同事将调查到的消息告诉他时，他完全不敢相信。你们说周扬就是故意的？不可能吧，他最胆小了，怎么可能跟恐怖分子勾结在一起呢？他故意叫我去，是调虎离山，好让其他人趁机潜入我家，杀了朝朝。同事将一沓资料丢给他，我们早就开始监视他了。这里面是周扬最近的通话记录，还有部分微信聊天记录。这张卡是他用他姥姥的身份证办的，可是他姥姥耳朵都听不清了，说话都说不全，办电话卡干什么呢？这个头像你应该认识，当初你在他们中做过卧底。不仅福征没想到，我也没想到。我飘过去凑近了看，聊天记录上显示，周扬不止一次地表示想要我死。对方说他死了，福征自然就一心对你好。你只要劝福征转岗，不要再和我们作对，我们也不会再去找他麻烦。你是个聪明人，该怎么做怎么说，你心里清楚。我们只有一件事要你帮忙，拖住福征。福征不敢相信自己的白月光是这样恶毒的人，推开同事，双眉紧皱，不可能，周扬不是这种人。萧娟啐了一口，你什么时候才能清醒？他是从国外回来的，在东南亚待了好几年，你怎么知道他是什么人？我看或许他在国外的时候就和这些人有过接触了。萧娟说的话让我想起有一次周扬来家里做客，我不小心看见他的通话记录许多都是越南、缅甸的号码。他解释道，好像是资料泄露，最近接了好多诈骗电话。我也没想太多，如今想来，萧娟说的极有可能是真的，要不怎么那么巧，天他遇到危险，叫走了福征，恐怖分子就闯了进来呢。这时派出去的同事打电话回来，说周扬跑了。福征这才相信这件事肯定跟周扬有关系。萧娟冷冷一笑，马上跟着大家去领装备，紧急出发去抓人。领导不让福征去，
福征几乎要哭出来，要跪下。我一定要去，我要亲自问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，我要为昭昭报仇。领导叹了口气，你现在的状态不适合行动，你应该回避这次行动。相信我，我真的没问题。领导无奈，只得应允。萧娟嗤笑道：你最好下得了手，可别见了那娘们又开始怜香惜玉。如果你下不了手，我会连你一起打死，然后自首。胡说什么？领导呵斥。萧娟沉默着别过脸去，不肯再看福征那个窝囊的样子。我心疼地摸了摸萧娟的脸，从读书的时候开始，她就这样。每次我遇到什么事，她都恨不得帮我去出头。她说：朋友嘛，就是这样啊，我帮你，你帮我的。可她却从来不要我去帮什么忙。她说：你小胳膊小腿的，还是好好在家给你家福征做饭吧。她让我明白了一句话：世界上的感情大都如此，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，爱就是常觉的亏欠。周扬没有选择飞机或者高铁，因为太容易被抓了。他察觉到情势不对之后，第一时间开车出了市区，并且关了手机，把手机卡也丢了。还好警方早就锁定了他，一直在暗中监视。他的车出了市区后走的都是国道，看得出来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。只是才走了不到100公里，他就消失了。他的车停在了路边，人却无影无踪。我们同事猜测他被恐怖分子劫走了。为什么是劫走？不是说是同伙吗？我问出了自己的疑惑，只可惜他们听不见。你看，这里有挣扎打斗的痕迹，或许是恐怖分子和他之间出现了一些争执，他没有完全达到恐怖分子的要求，所以内讧，对方恼羞成怒，所以对他动手。这只是我们的猜测，我们还是要做好多方打算的。就在大家下车检查装备，做好持续作战的准备，四处展开搜索时，却在山上一个废弃的天井里发现了周扬。他还没死，但下身赤裸，鲜血直流。见了警察，他发出微弱的呼声：救我，救我！看得出萧娟恨不得想踹他两脚，却依旧蹲下身子给了他一件衣服。救我！很明显，他跟我一样被侮辱折磨过，甚至比我更甚，因为他的身上全是可怖的伤痕，还有烟头烫过的痕迹，都是新鲜的。他的乳房上一块肉都掉了。虽然我只是一个魂魄，我也看得想呕。他们不是人。原来恐怖分子曾和他有约，要求他去偷来福征的警察证。可是福征虽然跟他暧昧不清，却保持着警惕的心态，他一直没能得手。虽然这次我死了，但警方的行动很快，恐怖分子有一些跑了，但还有一些没来得及跑的，被困在了境内。好几个犯罪窝点被打掉，恐怖分子上头把一大半的气撒在了周扬的身上。周扬自以为在东南亚生活了那么长时间，和这些人也算是有些了解，可他怎么会明白这些人都是亡命之徒，和他们做交易无异于与虎谋皮。他哭着求救，可大家都看得见他伤得太重。等救护人员赶来的时候，他已经断了气。死前，他向福征伸出手，福征却嫌恶地后退几步。福征哥，福征哥，救我！福征咬牙道：你落到这个地步，是你咎由自取，我救不了你，谁都救不了你了。我不想死，福征哥，我还年轻。原来每个人死的时候都是害怕的，人是万象，太值得眷恋了。那昭朝呢？昭昭不年轻吗？昭昭想死吗？你怎么可以利用我的感情害死朝朝？周扬惨笑：怪我，不怪你自己。你真那么爱他，为什么不能坚定地选择他？你如果不想做的事，谁能勉强你？福征的呼吸变得很急促，双眼猩红，拳头握得紧紧的。
最终2行眼泪从他的眼角流下，他狠狠地扇了自己2个耳光。他知道大家说的都是对的，从头到尾害死我的人不是别人，就是他。一小撮恐怖分子在山上东躲西藏，领导做了全面的部署，要和他们斗争到底。一声声枪响惊破了沉寂的村庄，天空上飞起惊慌失措的鸟，附近的村民们有的出来看热闹，听说是警察在抓歹徒之后，赶紧关上门，回到了自己的家中。整整4个小时，战斗才结束。根据事先的情报和周扬死前所言，几十个恐怖分子除了被枪击死掉的，其他的全都被抓了。那些人看着福征，咬牙切齿道：“又是你，又是你，福征！你跟我们作对有什么好处？怎么，你老婆死了，你还没长记性？你还要全家都死绝了，才知道我们的厉害？”福征一张脸涨得通红，却被同志们死死地摁住。怎么，你很气？你知道吗？你老婆的身上好香啊！她叫起来的时候，好刺激呀！福征，你见没见过你老婆？啪啪！领导亲自上手，2巴掌打断了那个大胡子的话。我们的法律规定，我们不能动用私刑，你们的罪行自有法律去审判。但是中国有一句话，死者为大，你最好闭嘴，不要再惊扰死者，侮辱死者了。我的眼泪夺眶而出，不知是为了自己，还是为了这些爱我的人。这些人半年以后才宣判，为首的大胡子是死刑立即执行。后来福征去了境外，做了一个维和士兵。他走之前曾来我的坟前跟我告别。他问我：朝昭，我知道自己错得很离谱，这辈子没机会了，但是我依然想要你原谅我。我会带着我们共同的梦想，去继续做一个警察，去保护更多的人。我轻轻摇头，低声道：我不会原谅你，我永远不会原谅你。他仿佛听到了我说话，惊诧地抬起头四处看，可是四周什么都没有，只有松树，只有寂寥的天空。半年后，福征回来了，萧娟去接机前也来了我的坟前。朝昭，福征死了，说是在缅甸的时候被恐怖分子抓住了，死得很惨。听说因为他不肯下跪，恐怖分子把他的膝盖骨给剜了。但就算如此，他也没有出卖其他的同志。虽然他不是一个好丈夫，但他起码做到了当初对你的承诺，做了一个好警察。不过我心里一点也不高兴，我希望以后再也不会有人因为恐怖分子死去了，不管是普通群众还是警察。他成了烈士，满城欢迎。大家打开他去执行任务之前留下来的信，信里写着希望下辈子还能遇见昭昭。我笑了笑，不可能了，永远不可能遇见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